男人有点憋不住了，二话没说脱掉裤子就要往大海里撒尿。可突然间，船帆从身后划过，狠狠地砸向男人。幸好及时地抓住栏杆，勉强控制住了身体，但此刻的状态却非常危险，一旦掉下去，将永远地留在这片海域。男人顿时被吓得尖叫连连，企图发力爬上去，可这个姿势很难找到着力点，男人只能奋力挣扎。只见他不断地摇晃身体，终于让双脚搭在了游艇边缘。身体被固定好的瞬间，男人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嘴里念了句阿弥陀佛之后，便麻利地离开了围栏边缘。惊魂未定，男人不敢在边缘继续停留。此时剧烈的尿意仍在不间断袭来，他快憋不住了，连忙来到船舱，走进卫生间，好好的撒了泡尿。可下一秒，卫生间门突然自动的关了起来。男人回头一看，只以为是海风带起的推力导致，可一转头，惊讶的发现天窗此时并没有打开。可男人并没有多想，为了驱散一下尿骚味，便推开了天窗。蔚蓝的海风吹来，吹散了夹杂着尿骚味的空气。这一刻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畅。可下一秒，正准备开门离开的时候，发现房门已经被死死的锁住，根本无法打开。懵逼的男人顿时一脸懵逼。为了尽快的打开房门，男人准备研究一下，可不管怎么旋转拧巴都没法打开。房门此刻就像被焊接住了一样，纹丝不动。为了尽快的离开这里，男人想了想，准备找找有没有合适的工具可以打开房门。于是打开了身后的梳妆柜，找到了便于撬锁的剪刀。可即使男人怎么操作，剪刀的尺寸总是无法和螺丝口对上，始终无法让门锁有一丝一毫的动静。情急之下，竟使劲地戳了戳门锁，企图撬开房门。显然男人开始着急了，但房门仍然像被焊接住的一样，不管怎么拧动拉扯都没有任何动静。就在男人一筹莫展之际，远方突然传来一阵货轮的轰鸣声。男人扒开窗户向远方看去，只见一艘巨型货轮正缓缓地朝着游艇靠近，显然即将与游艇交汇。眼看救援希望就在眼前，男人奋力挥舞着衣服，大声呼叫，祈求有人听见。很明显没有产生任何效果，可男人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，直接将头向窗外硬生生地挤了进去。可门缝实在是太小，直刮的男人脸颊生疼，只能惨叫一声缩了回来。眼看轮船就要擦肩而过，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很有可能就失去了求生的可能。男人紧张地思索对策，突然间他想到了什么，只见他伸出窗外拉出一根缆绳，熟练地打了一个结，然后放下绳子一端慢慢释放，沿着水流沉入海底，将游艇底部的螺旋桨死死地缠住，迫使游艇停止前行。不料在绳子收紧的瞬间，竟直接将男人死死地勒住，眼看就要被活活勒死。男人在疯狂地挣扎，为了活下去，必须想办法自救。只见他胡乱的一顿摸索，竟掏出了一根棍子，于是用棍子上的拐角勾住绳索，使尽全身力气想要挣脱。绳索越来越紧，直勒的男人口水鼻涕直流。终于挣脱开来，死里逃生的瞬间，男人直接瘫软在地。可远方的货轮早已与游艇擦肩而过，并朝着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。看着求生的希望破灭，男人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。可更糟糕的还不止如此，由于螺旋桨被彻底的缠住，已经无法操控游艇的航行方向，海风将游艇吹向了未知的航线，朝着陌生的海域不停的前行。不仅如此，长时间的航行早已让男人饥渴难耐，可哪怕是在卫生间里都没法找到一滴淡水，眼看就要被活活的渴死在这里。突然间，密闭的船舱之中竟然开始渗水。男人蹲下身子，捧起渗出的海水喝了下去，瞬间齁咸的海水被男人吐了出来。很明显，在求生的希望之下，早已将海水不能喝的常识抛之脑后。更糟糕的是，男人发现海水渗进船舱的势头越来越快，照这样下去，肯定会淹没整个船舱，没有渴死也会被淹死在厕所里面。男人越想越不甘心，疯狂地扭动门把，企图打开房门，显然依旧毫无作用。于是抄起杯子，一碗一碗地将蔓延的海水倒向窗外，企图阻止自己被淹没在这狭小的厕所之中。然而，命运似乎始终不想放过眼前的男人。游艇就像有神秘人在操控一样，航行的过程中突然调转方向，朝着另一侧的风暴区慢悠悠地游了过去。没一会儿，天空已经被乌云遮蔽一片漆黑，紧接着一片暴雨袭来，汹涌的雨水不停地涌进船舱，狭小的空间正飞速地被海水弥漫。男人只能尽快地关好窗户，阻止了雨水进入。可海水几乎要将整个厕所淹没，只有一个头部空间能够浮出水面。就这样，男人彻底地陷入了昏迷之中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天空再次晴朗，显然游艇已经驶离了暴风区。可长时间的浸泡几乎让男人失去知觉，他艰难地抬起双手，准备活动一下僵硬的肢体，又蹬了蹬脚。待到逐渐恢复知觉之后，开始寻找打开房门的方法。只见他不停地撞击房门，企图通过蛮力将其打开。可早已精疲力尽的他哪还踹得动？本就虚弱的身体更是无力地倒进海水之中。不料就在男人绝望之际，再次看向了门锁，鬼使神差想再去试试能否打开房门。没想到这次轻轻一转，房门就彻底打开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男人顿时有点不知所措。他深知当前的处境太过匪夷所思，赶紧来到甲板，慌张的心终于有了缓慢的平复。显然男人已经意识到了游艇的诡异之处，必须想办法远离这里。于是开始不停地翻找，准备查看是否有用的工具。船箱中的气罐显然很有作用，
接着来到船舱，搬出撞开的房门，将气罐死死地固定在门板底部。就这样，一个简单的漂流筏就制作完成。只见男人将漂流筏扔进海里，并用绳子固定在游艇一头，便开始准备离开游艇。很显然，这艘诡异的游艇让他惊魂未定，不敢再有靠近。直到拉到足够的距离之后，他仔细地观察着眼前的游艇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动静，感觉到了自己的多疑。一段时间之后，男人竟开始往回游去，显然是认为自己在胡思乱想。这么一艘大游艇，修修补补回去肯定能卖个大价钱，从此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。想到这里，男人开始干劲十足，着手准备轮船的修理工作，刷漆、排水、求救。忙活了好一会之后，竟发现了远方出现了一艘渔船，大喜过望，男人连忙跳入水中，乘坐漂流筏不断向渔船划去。可就在此时，身后的游艇竟诡异地开始行动起来，并朝着男人的方向撞去，显然是不想男人逃出这里。终于在最后一刻无奈选择跳水。此时哪里还能看到任何船只，男人就这么孤零零地飘在海里，直到天黑。就在男人陷入绝望之中时，那艘诡异的游艇竟出现在了身后。男人害怕极了，可即使再害怕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爬上甲板，颤颤巍巍地来到房间倒头就睡。第二天醒来，一夜熟睡无法消除男人的疲惫，男人艰难地爬了起来，朝着细小的窗口往外面望去，看着远方的海水在不停地倒退，显然他也不知道自己来到了哪里，似有所感。转头发现房间的房门也已紧紧关闭，于是男人试着转了转门把，果然无法打开。显然是早有预料，男人并没有显得很是惊慌，但还是需要想办法出去。于是转头查看是否还有其他通道，终于在马桶后方发现了一个狭小的储物空间，出口就在眼前。男人顿时高兴坏了，连忙打开隔板，沿着细小的通道爬了进去，果然发现了顶上的出口。然而还没等到男人高兴，一层厚厚的玻璃将他死死地挡在里面，想尽办法也不能让他动弹一丝一毫。更糟糕的是，刚刚进来的通道口隔板突然自动关闭，男人顿时慌了，狭窄的空间彻底地将他困在里面。不仅如此，密闭的环境竟阻止了空气的流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氧气逐渐耗尽之后，眼看男人就要憋死在里面，突然游艇一个漂移急停，男人顿时大吃一惊。还不止如此，下方的通道口隔板自动打开，一脸懵逼的男人顿时一脸懵逼。他慢慢地爬出储物间，走到房门处，显然房门也可以正常打开。这诡异的一幕让男人颤颤巍巍，一时间不敢乱来。直到爬出甲板，映入眼帘的一幕竟是一个熟悉的小镇。男人果断地爬出游艇，来到小镇中仔细观察。硕大的小镇却一个人影都没有发现，只有破旧的房屋似乎透露着莫名的故事。一顿搜索无果后，突然发现身后有动静传来，转头一看，顿时被吓得一脸懵逼。只见停靠在岸边的诡异游艇竟奇迹般的自动开始掉头行驶，明明已经没有了船桨和风帆，竟以一种不低的航速向着大海方向驶去。直到越过房屋，男人连忙爬到墙边，企图查看游艇的去向，可眼前哪里还有游艇的影子，空旷的大海映入眼帘。如此诡异的一幕让男人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。